之前咱们说了巴黎的凯旋门，这几个经典的都和大门专家拿破仑有关。不仅是巴黎，即使远一点的米兰，有一个叫和平之门的凯旋门，跟拿破仑也有一点关系。那凯旋门这个建筑形式是怎么来的？其实跟拿破仑或者说法国关系不大，而是来自罗马。今天咱们就去意大利，看看古罗马时期的3座凯旋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凯旋门是什么。不知道最早翻译这个词是谁翻译的，非常的动人。如果直译过来，那就是胜利的拱。这个拱在古罗马时期是非常有影响力，而且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古罗马人比较擅长用拱这个形式，比方说斗兽场，还有一些神庙。以前很重要的就是打仗跟领土扩张，那打了胜仗，或者说王室有新的动作，或者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就会用拱的形式来纪念这些事件。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用石头搭建的，据说最早使用的材料是木头，形式就是拱门形，有单拱的，也有多拱的，常见的是3拱，还有的是4柱门，比方说巴黎凯旋门，它有4个方向的通道。一般就是独立建筑，两边都没有附属建筑了，横画在路中央，人群就从中间穿过。拱上面就会有很多浮雕、铭文、题词等等，来描述建这个凯旋门想要记录的事情。据说古罗马有36座凯旋门，现在保存下来的有3座，分别是提图斯凯旋门、塞维鲁凯旋门，还有君士坦丁凯旋门。后来很多的凯旋门都是参考这3座凯旋门来建的。那咱们先去瞧一瞧提图斯凯旋门。这个凯旋门是罗马现存最古老的凯旋门，就在古罗马广场那儿，单门的形式。建造这个凯旋门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当时犹太战争的胜利。在那个时候，罗马范围内一部分犹太人一直在搞叛乱暴动，后来就演变成了第一次犹太战争。负责去镇压的是韦斯巴乡将军。不久，这位韦斯巴乡将军就成为了罗马皇帝，于是他就派他的儿子提图斯带兵出征。提图斯也不负众望，拿下了耶路撒冷，同时带回来很多战利品，包括那个7烛台。而整个叛乱也算是被平息。几年之后他回来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这位提图斯也继承了罗马皇帝，但是没统治几年他就去世了。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弟弟图密善，而这位图密善决定要纪念一下他的兄弟，同时要纪念那场战争，所以就下令建造了这座凯旋门。完成时间大概在公元81年。时间再往后，尤其到了中世纪，那也不管什么罗不罗马了，这个提图斯凯旋门周围就开始建了很多建筑，来一起作为防御工事，成为一个类似于城墙的入口，那就免不了在数次战斗中被毁坏。直到19世纪，在当时教皇的组织下，开始慢慢修复这座凯旋门，很多都是重新雕刻、重新装了石材，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凯旋门，差不多就是那个时期所大范围修复的。在2战期间，这座凯旋门被用一些沙袋还有一些掩体保护了起来，所以避免了被毁坏。据说盟军里面有一些犹太军官，因为这个凯旋门是记录了当时罗马横扫耶路撒冷的战斗，所以他们就计划在占领罗马之后把这个凯旋门给炸掉，当然最终没有得逞。现在这座凯旋门每年会接待大量的游客，也是目前罗马所存在的年代最早的凯旋门，它的形状比例也被19世纪大量建设的凯旋门所模仿。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不远处的塞维鲁凯旋门。这个就和之前的有点不一样了，它有3个通道，中间的大，两侧小一点。它大概建造在202到203年之间，为了纪念当时2次安息战役的胜利。这里的安息人大概就是古代的伊朗人。在战斗赢得胜利之后，罗马元老院就决定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塞维鲁以及他率兵打仗的2个儿子卡拉和盖塔来建造一座凯旋门。这个卡拉后来就修建了古罗马历史上最豪华的浴场卡拉浴场。这个凯旋门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方形，然后中间有1条或者几条通道，实际上它上面还有一些金属雕塑，最为常见的就是那个4马战车，可以在米兰的那个和平之门上看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上也有。现在咱们只能看到剩下的那些石头，上面的雕塑多数后来都是遗失或者拿去被融化掉了。
这座塞维鲁凯旋门可以说是最经典或者说最美观的一座凯旋门，但到后来其实也没有被重视。上面的金属雕塑都被拆完之后，剩下的石头也被拿来进行搭建。在中世纪，在这个凯旋门上面就建了一座钟楼，也是教堂的一部分。后来教堂拆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这里，渐渐被掩埋住了，只露出了一部分。直到19世纪才开始慢慢被清理出来，全方位的修复工作就要到20世纪了。这个凯旋门的雕塑已经没有那么立体，逐渐开始扁平化，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中世纪的味道了。对于皇权有更加着重的表达，这也反映出了当时的现实。塞维鲁之后，原本应该是卡拉和盖塔共同来管理罗马，但后来兄弟相残，卡拉把盖塔的势力全部消灭，最终成为唯一的罗马皇帝。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君士坦丁凯旋门。这座凯旋门就在斗兽场旁边，也是这3座凯旋门里面年代最晚的一座。这座凯旋门是为了纪念君士坦丁一世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取得的胜利。这场战争就是罗马内部的内斗。罗马帝国先前的四帝共治这个制度开始不稳定了，后面的人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战争，最终是这个君士坦丁一世成为罗马皇帝，再度统一了罗马，他也被称为君士坦丁大帝。然后就决定要造一座凯旋门纪念一下，建造时间大概是312年到315年之间。但对于这座凯旋门的评价有太多的争议，因为这座凯旋门上的雕刻大部分都是从图拉真时代的建筑上扒下来的，这个理由就可以说成帝国的延续，只有中间的小小的一圈雕刻是君士坦丁时代做的，所以有些学者对这个凯旋门的评价不高。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一种说法是，这个凯旋门造的时间非常赶，留给建筑师、雕刻家、工匠所创作的时间很少，所以就部分意思，大量的雕刻是从其他地方拆下来。另一种说法是，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已经没有什么艺术家去创作好的艺术品了，所以也就只能从以前的建筑上拆下来。现在这座凯旋门反而造成了古罗马各个时期的一些雕塑的鉴赏大会，后面的历史进程跟之前那2座凯旋门差不多，也被当成城市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之后的挖掘修复工作又得到18世纪了。这个凯旋门顶上原先应该也有司马车雕塑，周围也有一些金属。在20世纪又对这座凯旋门进行了一次新的考察工作，因为年代久远，现在这几座凯旋门都已经被围了起来。这3座凯旋门的造型、比例也影响着后来凯旋门的建造，几乎西方所有的古典凯旋门都参考了这3座。随着时代的发展，凯旋门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现在有的凯旋门是地标，而罗马的这几座除了是能找到的凯旋门的源头之一，以及它背后丰富的故事，现在也是罗马重要的城市景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